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相信点进这期内容的朋友，都有一个非常明确且刚需的目的，你想拥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海外主流社交软件账号，也就是 LINE。无论是为了跨境电商业务的对接、海外商务的顺畅沟通，还是为了登录各种海外的游戏，追踪外网最新的潮流动态， LINE 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底层通讯工具。但是，只要你尝试在内地去注册 LINE， 你就会发现这个过程充满了各种让人崩溃的门槛，还有隐形炸弹。最常见的情况就是，你直接掏出自己国内的+86手机号去点击注册，结果要么是半天都等不来一条验证码短信，要么就是系统直接弹出一个冷冰冰的提示，告诉你当前手机号无法提供服务。有些人可能会想，让我走捷径，去网上的公开接码平台上找一些免费的或者便宜的临时虚拟号码来接验证码不就行了吗？我强烈建议你千万不要这么做，因为那些公开接码平台的号码早就被成百上千的人薅过羊毛了，他们在 LINE 的后台系统里全都是上了黑名单的高危烂号。你用这种号，运气差的连验证码都看不到，运气好一点的，可能刚一注册登录上去，还没来得及看清界面，账号就因为触发风控被系统秒封，而且是永久封禁，连申诉的机会都没有。那难道人在中国就真的没有办法稳定、安全、合规的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 LINE 账号了吗？当然不是。今天这期内容，我就给大家带来一套全网最硬核，同时也是成本最低的境外身份与跨境社交完美闭环方案。如何利用一张每年只需要花费6港币，折合人民币也就5块钱左右的香港正规保号神卡 Club SIM， 在国内不需要任何物理出境的情况下，顺畅合法的接收海外验证码，并且100%成功注册，激活一个完全干净、权重极高的正规 LINE 账号。今天的内容可以说是教科书级别的保姆级教程，里面包含了大量我在实际测试中总结出来的别人不会告诉你的防风暗号以及避坑细节。由于整期内容很长，干货极度密集，强烈建议你现在就先按赞收藏起来，防止等会额实操的时候找不到。接下来我们直接切入正题。在进入实际的注册跟购买流程之前，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先帮大家把底层逻辑彻底盘清楚。为什么在市面上琳琅满目的境外电话卡里，我偏偏只推荐香港的 Club SIM， 它到底神在哪里？首先，第一大核心优势就是它极致到无法拒绝的保号成本。大家都知道，一个中国人如果想要养一个境外的手机号用来长期接收各种软件的验证码，预租与持有成本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比如很多人熟知的英国 Gift 卡，虽然它也是零月租，但是它要求你每半年必须要有一次扣费消费，比如发一条短信，而且它首次充值的门槛相对固定。再比如美国的一些电话卡，哪怕是最低档的保号套餐，每个月也要$100，一年算下来也是上百块人民币。而中国的3大运营商，现在最便宜的保号套餐一个月也得8块钱人民币，而且你给客服打电话还不一定能顺利办下来。毕竟3大运营商割中国人的韭菜也不是1天2天了。但是这张 Club SIM 呢？它在日常状态下是彻底的零月租、零固定消费。这意味着如果你把它插在手机里，平时什么都不干，只是安安静静的躺在内地接收全世界各地的各种注册验证码短信，你的账单永远都是0元，因为在全球范围内接收短信全都是免费的。那么它是怎么保号的呢？根据它的官方条款，你只需要在365天的有效期内，在它的官方 App 或者官网上任意购买一项它提供的服务组合，你的手机卡还有号码有效期就会自动往后顺延365天。而在它所有的服务组合里，有一个专门用来保号的终极武器，那就是价值6港币的短信组合套餐。6港币按现在的汇率算下来，也就是人民币5块钱左右，仅仅是一瓶饮料的钱。也就是说，你每年只需要花5块钱，就能让这个珍贵的香港号码一直稳稳的归你所有。这个成本基本上就约等于白送，在整个正规境外卡市场里可以说是性价比的天花板，没有之一。看到这里，可能有些直觉敏锐的观众会产生怀疑，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这么便宜的卡，它的背景靠谱吗？该不会是什么不知名的虚拟运营商，割一波韭菜或者用个1年半载就直接卷款跑路了吧？关于这一点，我专门去翻阅并研究了 Club SIM 的母公司还有它的企业背景，大家可以把心彻底放到肚子里。Club SIM 绝对不是什么杂牌的小公司，它的亲生父亲是香港大名鼎鼎、实力雄厚的一线基础移动运营商 CSL， 也叫做香港移动通讯。而 CSL 的背后，更是站着香港最大的电信巨头上市集团 HKT， 叫做香港电讯。如果你对香港的商业有所了解，你就会知道香港电讯在当地的地位就相当于我们内地的3大运营商。因此，你手里的这张 Club SIM 连接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正规一线基站以及高权重网络服务，绝对不是那些租用别人线路的2道贩子虚拟卡，不存在任何跑路、断网或者突然被注销的政策风险。不过，既然是一张面向正规用户的一线好卡，它同样也有2个非常硬性的规则跟门槛，这也是大家在入手前必须明确的。第一个门槛是全面的实名制认证。
有很多新手小白一听到境外卡，就以为是可以匿名购买，所以使用的黑卡，这在当下是绝对不可能的。根据香港现行的法律法规要求，所有在本地发售、激活的手机号码，无论是实体卡还是电子 eSIM， 都必须在启用前完成100%的实名登记。而且 Club SIM 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规定，它在内地的实名认证系统里是完全不支持使用中国内地居民身份证的。你如果想成功通过审核并激活它，你手上必须拥有有效期内的中国护照或者港澳通行证。如果你这两样证件目前都没有，那么很遗憾，你即便是买到了卡也无法通过实名审核，只能等办好证件再来。不过换个角度来看，正因为实名制门槛拦住了绝大多数用于电信诈骗以及恶意全发的黑产团伙 ，Club SIM 大号码在国际互联网巨头，比如 LINE、Google、OpenAI 的系统风控白名单里，其账号权重还有信用评级都极高。只要我们是合法合规使用，实名制反而是我们账号稳定长久不被封的最强护身符。第二个门槛是它的首次入场券机制。虽然我们后面每年保号只需要花费6港币，但是在你第一次去官网或者 App 申请订购这张全新卡片的时候，官方有一个强制性的硬性发卡条件，你首笔订单的消费组合总金额必须达到50港币或以上，他们才会正式把卡片与号码核发给你。这就好比是一个入场门票。不过大家不用心疼这50多的港币，因为它不是平白无故扣掉的手续费，而是会转化成对应的流量或者服务，让我们直接在内地使用的。后面在实操章节里，我会教大家一套我自己独家研究出来的最值组合拳，保证让你把这50块钱人民币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不浪费任何一丝一毫。明确了优缺点与门槛之后，如果你决定入手，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面临2个实际的选择，你是要实体卡，还是走 eSIM 电子卡通道？我们先来说说实体卡。如果你人此时此刻就在香港，那非常简单，你随便走进街头的一家 7-Eleven、OK 便利店或者香港电讯的营业厅，花58港币就能直接买到一张 Club SIM 的实体套装，里面会自带20GB 的香港本地流量以及无限次的本地通话，有效期是1个月。等这1个月的初始套餐结束之后，这张实体卡不会失效，你就可以按照我前面说的，转入每年6港币的低成本保号模式。但如果你现在人就在内地，没有办法肉身去香港怎么办呢？传统的办法有2种，要么是你在官网上购买，然后花钱找一个香港的转运仓库跟物流转运地址，让邮局帮你转寄回内地，要么就是你去国内的某些电商平台上找代购。但是现在由于需求量大，电商平台上的实体卡往往加价非常严重，原本58港币的卡可能会被炒到上百块人民币，而且你还要经历漫长的物流等待，性价比并不高。因此，在这期内容里，强烈推荐并且直言是它的 eSIM， 也就是电子卡版本。使用 eSIM 的好处简直太多了，直接在手机上动手指操作几分钟，一张包含境外号码以及漫游数据的电话卡就能直接通过互联网隔空写入到你的手机里，实现即买即用，效率高到了极致。这时候肯定有朋友会问了，大家都知道中国大陆发售的国行版本手机，无论是中国国行 iPhone 还是其他各大国产安卓手机，在硬件或者系统层面上都是把 eSIM 功能给彻底阉割掉，物理不支持的。那拿着中国国行手机，怎么去享受 eSIM 带来的便利呢？别慌呀，科技发展到今天，方法总比困难多。针对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完美的黑科技硬件解法，那就是借助 eSIM 这一类的外置可插写 eSIM 实体芯片卡。这些小工具本质上就是一张长得和普通人 eSIM 卡一模一样的实体芯片，你把它插进你国行手机的卡槽里，配合他们官方的专属 App， 就能把原本不支持 eSIM 的中国国行手机瞬间改造成一个可以任意下载、写入多张境外 eSIM 卡的全球通手机。这个小工具可以说是经常玩境外卡和跨境圈子的朋友人手必备的神器。如果你手里还没有，可以直接去淘宝搜索 eSIM， 或者点击本期的内容简介里的链接看看频道对于 eSIM 的介绍。下面我们正式进入实操演示阶段。第一步，我们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 Club SIM 的官方网址。进入官网首页之后，它的界面默认是繁体中文的，整体阅读起来没有任何障碍。我们把视线移动到网页的右上角，点击登录的紫色按钮，然后点击坐在沙发上这位女生的下面的注册按钮。看到建立账户几个字，点击它下面那个使用电邮继续的按钮。在这个注册界面里，系统让你填写的名字和姓氏，它并不是实名认证的步骤，只是一个用于账号日常称呼的昵称。所以在这里你完全不需要去填写你的真实中文姓名，随便填一个英文名或者一串拼音都可以。电子邮件最好选择谷歌邮箱，不然你如果用 QQ 邮箱或者网易邮箱，也会有连续收到一堆境外发来的信息，有可能会引发风控。在确认电邮地址这里的输入框没有办法复制上面输入的第一遍邮箱，需要自己重新手打一遍，而且要和最开始填写的邮箱一样。
然后再设置一下自己的登录密码，填完所有内容后点击底部的确认注册。虽然这里显示认证成功，但是还没有到接受邮箱验证码那一步，所以只是一个假象罢了。先不着急，点击开始实名登记。最下面那里最好把我反对采用我的数据作为直接营销给勾选上，不然后面你的邮箱会时不时造成骚扰。勾选之后，请点击中间那个现在购买新 Club SIM 的按钮。进入购买流程的第一步，选择 Club SIM 类型。这里有实体卡和 ESIM 两个大类，我们毫不犹豫的勾选 ESIM 版本。勾选之后，页面右边这里的设备型号大家完全不需要纠结，随便在列表里瞎选一个就可以了。因为它是纯软件层面上的选项，无论你选什么，最后生成的 ESIM 二维码技术规格全都是一模一样的，完全不影响我们后续写入到 ZSIM 等外置卡里。选好设备后，点击下一步。关于套餐的选择，这里废话不多说，直接选在一个刚好满足50港币起步价以及最低成本的包号套餐。点击那个页面上价格为38港币的中国内地及澳门漫游数据，用默认的38港币套餐。把页面滑到最下方的漫游，看到亚洲数据漫游通行证，直接选择第一个中国内地。目前根据起初所选择的38港币，再结合现在的15港币中国内地漫游套餐，总共53港币，既满足了50港币门槛的要求，还把成本给降低到了最小。然后点击右下角的账单总额，下一步名字、姓氏以及电子邮箱，这里已经自动填充先前注册时候的信息。点击邮箱输入框旁边的验证按钮，并把收到的6位验证码的填进去。联络电话这里可以随便填，因为并不会要求你发送验证码来进行验证。付款方式更是多种多样，不仅有 Mastercard、Visa， 还支持中国内地的带有银联表示的线上支付，国人常用的支付宝、微信加上他们的港版，不过只需要选择一个支付方式来付款就行。这里我为了不留下墙内支付方式的流水，我就选择了第二个付款方式，也就是使用 Visa 卡，也可以和我一样使用前两个方式。银行用的则是香港 PokePay 虚拟 Visa 卡来进行支付。如果各位没有这些卡的话，但是和我一样也不想使用大陆的支付方式，可以到我频道里面找这几期线上办虚拟卡的教学，来办理一张使用 Visa 或者 Mastercard， 都是可以成功进行付费这次 Club SIM 订单的。关于 Mastercard 以及 Visa 卡这两种卡片的往期教学栏目，我就放在本期内容的简介下面了。好的，在完成了联络电话以及邮箱的验证后，请直接点击页面右边的确认并支付按钮来进入下一步的支付环节。以我是用香港 PokePay 的虚拟 Visa 卡来支付为例，将 PokePay 官方 App 里面的16位卡号信息以及对应的4位到期日还有3位信用卡安全码完全输入进去，确认无误后，直接点击蓝色的提交按钮。接下来就是我比较喜欢 PokePay 的一个原因，就是它为了保证你的交易安全，你还得在 App 上点击批准交易，虽然麻烦了点，不过始终是基于用户安全角度出发的。点击批准交易按钮后，浏览器这边等待支付的页面也会直接跳转来到这里，显示刚才通过交易后付款成功的页面展示。请点击蓝色的继续按钮，到这一步就是完成了在官网上购买这个套餐的完整步骤了。打开注册时候所使用到的邮箱，会收到 Club SIM 官方发来的这封邮件，也就是告诉你刚才的订单完成了。往下滑就可以看到2个二维码，第一个是 eSIM 的二维码，而第二个则是待会进行实名认证要用 Club SIM 的官方 App 来扫描的二维码。这里就可以用到之前介绍到的一个中国国行手机突破 SIM 限制的神器 ZSIM。打开 ZSIM 的 App， 然后扫描邮件内容里面的第一个二维码，识别成功后点击下面橙色的下载按钮。这里关于这张 Club 的 eSIM 信息可以给它备注一个名称，过期时间这里可以选择从今天开始算的1年后，比如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可以设置过期时间是2027年6月16日，这样对于过期时间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管理观念。填完有关信息后，直接点击最下方的橙色保存按钮，过一会收到一条来自官方系统自动发送过来的全英文或繁体中文的会议短信。打开这条短信，里面会用非常严肃的语气提醒你，由于相关法律规定，您的号码目前处于未实名登记状态，必须在完成实名登记后，才能正式启用所有的通话、短信和上网功能。当看到这条短信，就说明这张 eSIM 已经在硬件层面上完美落地了。接下来我们就要去进行实名认证。到了实名认证这一步，可以说是卡死绝大多数新手小白的重灾区。很多人在这一步因为操作不当，触发了人工审核。为了让大家能够闭眼一次性秒过，请务必严格按照我接下来的每一个细节指示去操作。首先，在手机上准备好你的未过期实体港澳通行证或者中国护照。接着，为了确保实名认证的流程顺畅，我们不要使用网页版，必须使用手机 App 来完成。苹果手机用户可以直接去苹果的 App Store 搜索下载 Club SIM 官方 App， 请认准这个 Club SIM 储值卡的应用。作者是 CSL Mobile Limited， 我这里用的是网页端，
安卓用户则可以在手机浏览器打开 ClubSim 官网首页，大家可以把页面拉到最底端。他们贴心的提供了一个可以直接下载的官方原版 APK 安装包。提醒一下，最好把梯子给打开，否则就会以一个乌龟的速度来下载安装包了。下载完成，直接安装打开 ClubSim 的官方 App， 点击登录现有用户，把这个的 Club 甩到上面去，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和密码，并点击登录按钮。这里允许或者不允许发送通知都行。点击头顶的实名登记，进入到更改个人档案。这里显示未完成实名登记，点击立即补办实名登记。允许 ClubSim 访问相机。有护照的可以用护照，否则直接选择第三个的港澳通行证，勾选紫色的选项并点击下一步。点击拍摄按钮。点击 Allow， 把自己的港澳通行证的正面朝上，并用手机对准证件。扫描完证件后，请务必一定要核对信息。有问题的请重新点击返回上一步，再次扫描证件，而不是手动修改。要是手动修改扫描出来的信息，很容易就触发人工审核，到时候就要等很久了。接着把邮箱填写完毕后，下滑到底部勾选这两个同意，并点击提交按钮。到这一步，实名认证就完成一半了。接着回到首页，使用右上角的扫码功能。这里要扫描的二维码，就是官方发到邮箱的你最下面的二维码。扫描之后进入到这个界面，这里千万不要填大陆的身份证号码，而是填写以英文字母开头的那个港澳通行证号码。填写完后点击下一步，再次确认一遍所有个人信息，没有问题了的话就直接点提交。到这里就已经完成了对 ClubSim 的实名认证。过一会就会收到一条新的短信，会显示实名登记成功的服务短信通知，繁体中文以及英文内容。香港的国际号码是以852开头的。而刚才开通的具体号码可以在 App 里面个人中心查看，顶部有一个 SIME， 后面跟着的就是8位香港电话号码，支持整个香港 ClubSim 号码的从0到1申请流程完结，还有关于 ClubSim 的保号问题。如果你是今天也就是2026年6月16日开通成功的这张卡，请在2027年6月15日之前重新购买一次套餐。具体方法请来到官方的首页，点击右上角的头像，然后再点击我的 SIM 卡，这里可以看到目前这张卡的流量剩余情况。大家也可以合理的利用流量，根据情况来节约使用。把页面再往下滑，点击短讯组合，点击按此，点击加入购物袋，点击右上角的购物袋并点击付款，再次点击付款，然后选择付款方式，点击账单总额。记住了，一定要到364天之后再来 ClubSim 的官网购买这个6港币的套餐，这样就可以再次续航一整年。由此看来，确确实实只需要花费6港币，也就是一瓶饮料的费用，就可以进行保号操作。而且保号周期也是长达一整年。到此，关于保号问题也讲完了。请提前把香港节点开好，或者用刚才 ClubSim 里面的香港漫游套餐也是可以的。接下来请打开你的 Line App， 点击最下方的注册按钮，然后直接输入不需要香港区号的8位手机号码，点击发送按钮，让官方把验证码发到手机上，然后输入收到的6位验证码，点击创建新账号，输入新账号的名字，然后输入2遍密码，要有大小写字母、数字以及符号。到这里，LINE账号的注册流程就讲完了。接下来大家就可以和外国友人加好友互聊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觉得我的内容不错，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因为我更新的内容不只是这些方面，后面还会更新更多领域的内容。我们下期再见。